下周一，也就是8月25日的早上9点，曾经亚洲最大的房地产商中国恒大将被香港联交所取消上市地位，黯然退场。这个市值曾高达4000亿港元的地产巨头终于坠落，只留下2.4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黑洞做墓志铭。恒大市值从顶峰跌到退市前不足22亿港元，市值蒸发99.5%以上。冷冰冰的数字如同给这场资本狂欢刻下墓碑。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，恒大的崩塌背后，一个名字频频闪现：城投。当初扮演白衣骑士救恒大的地方城投公司，如今变成了接盘侠。恒大完蛋了，下一个惊天巨雷会不会就是城投债？这个疑问像一把悬剑，高悬在中国经济上空，悬在我们每个人头顶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狗剩，今天我们来讲讲恒大暴雷背后那只更大的灰犀牛——城投债。沪宁今天放假和我来游乐场玩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哎，前面有个鬼屋，哎，平平我们去玩点刺激的。可是人家不敢去啊，你先进去帮我看看有啥。这有啥不敢进的，胆小鬼。里面是啥啊？这么吓人，真有鬼啊！吓死我了，太刺激了，差点把我吓得去见克强同志了。沪宁，我刚刚看你在里面叫的那么大声，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？里面是中国各省隐形债务报表，那个报表别说了，太吓人了，吃个冰冰压压惊。咱们先举个例子说一下广州城投是如何被拖下水的。恒大的金融债权人中信信托，2021年恒大资金链断裂时，有一款嘉禾125号恒大信托计划逾期，本金余额32.5亿元，恒大没钱还，中信信托傻眼，只能向地方政府一哭二闹。于是2022年3月，广州市政府操刀导演了一出神操作，让恒大把相关地块退还政府，引入广州城投作为保证人，2年内分期偿还信托本金且不付利息。同时，城投子公司用31.55亿元底价摘得该地块商住部分，但需续建广州足球公园球场，并无偿移交，再出44亿元。结果是投资者零损失，城投虽然拿了地，却背上巨额配件与现金兑付义务。这是中国首个信托业内由城投化解地产风险的案例。恒大退地，城投买单，投资者零损失退出，剧本看起来皆大欢喜，对吧？不过且慢鼓掌，我们先来看看买单的广州城投是谁。广州城投全称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，是广州最大的政府投融资平台。公司打着市场化运作的幌子，实则背靠广州市财政。在恒大暴雷之际，他化身活雷锋替恒大还债，财大气粗。事实上，他自己也是高负债过日子的主。更妙的是，广州城投和恒大关系匪浅，不妨翻出一笔旧账。2020年恒大资金紧张，有1300亿战投要撤资。为救恒大，广州城投曾豪掷100亿元真金白银入股恒大地产，拿下4.81%股权，跻身恒大第3大股东。如今恒大退市，这100亿元股权血本无归。广州城投当初英雄救美，如今却赔了夫人又折兵，真可谓狗咬吕洞宾，越咬越开心。回头看一下那32.5亿元信托兜底，对广州城投也不是小数目。城投公司本就靠借债滚动，拆东墙补西墙，如今额外吞下恒大窟窿，只能自己借新债来填。广州城投绝非个例，近2年各地城投频频奉命接管房企烂摊子，不仅替房企还债，还跑到土地市场当托底侠，包揽流拍地块和旧改项目。2021年，全国拿地最积极的50家企业里，多家地方城投公司榜上有名。现在新开发的楼盘项目中，绝大多数都是国资背景，城投冲进房地产，一边稳住房价，一边给自己找业务，表面两全其美，但背后埋下的风险种子如今开始发芽。城投揽下房企未竟之业，也背上了后者的巨额债务和亏损包袱。惊喜吗？意外吗？房地产债务只是冰山一角，城投真正烧钱如纸的地方是各级政府交办的各种大项目。城投简直成了地方政府的超级信用卡，凡是政府想干又没钱干的活儿，都刷在城投账上。修地铁、建学校、建医院、造产业园、搞政绩工程，从旧地产到稳金融，城投无处不在，有债必扛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，10里山路我不换肩的。恒大的烂摊子只是冰山一角，城投公司肩上的隐形债务大山才是深埋水下的灰犀牛。相比之下，恒大那2.4万亿债务都算小巫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的估算，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已高达60万亿元左右。
差不多是33年中国国防预算，能给每个中国人发43000元，能给全世界人每人发一条许老板同款爱马仕皮带。这不是一颗地雷，是一颗毁天灭地的核武器，静候爆发。想弄清楚城投债这头怪兽如何养成，还得追溯回几十年前。故事开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，当时朱镕基主持财税改革，中央把增值税等大头税种收归中央，地方财政钱袋子一下瘪了。然而地方要管的摊子，基建、教育、医疗却一件不少，这就埋下隐患。中央吃火锅，地方吃火锅底料，地方政府捉襟见肘，却又雄心勃勃，怎么办？他们很快想出第三只手，既然法律不许地方政府发债，那就开个公司来借债。后来就有了城投公司，这类的企业各地都有，名字往往叫某某城投、城建，看似普通企业，实际上专为政府借钱修成而生。地方把土地、股权、收费权等资产划给城投当本钱，再由城投去银行贷款发债，把钱腾回来铺路架桥。名义上是企业借债，不计入政府负债，中央睁一眼闭一眼，于是各地竞相效仿，缺钱了造个城投，要基建借壳发债，城投债。这种中国特色的准市政债券就这样粉墨登场。来到世纪之交的1998年到2002年，江泽民、朱镕基的执政末期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，中国出口受挫，经济下行。为了刺激增长，中央在发行特别国债转贷地方搞建设。简单说，中央替地方借债，钱给地方花，债挂中央名下。此举短期有效，掀起基建潮，但也留下后遗症。地方花钱没谱，反正债务算中央，头上有人兜底，花起来更没节制。在江泽民、朱镕基年代，中央为保增长，对地方债睁只眼闭只眼，甚至亲自下场带地方借债。这背后是高层的两难，朱镕基想控财政风险，江泽民要保增长，最后只能折中，先保经济，债务问题留待以后再说。然而以后再说养虎为患，日后城投债滚成巨雷，就是那时埋下的雷管。2003年到2012年，胡锦涛、温家宝执政时期，中国地方债进入野蛮生长期，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中国推出震惊世界的4万亿刺激计划，各地被鼓励疯狂上项目、拼基建。中央给的钱只是启动，大头靠地方自筹，地方政府乐坏了，银行开闸放贷，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。2008年到2010年成了城投债大跃进时期。审计署数据显示，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0.72万亿元，其中融资平台公司债务4.97万亿元，占近一半。换言之，当时地方政府债几乎一半是通过城投公司变相借的。到2010年，全国各级政府建立的融资平台多达数千家，贷款余额高达7万亿元，中央默许撑腰，地方官尝到甜头，借钱发展，功成身退，换人还债的把戏各地上演，干部任期有限，债留给下一任，新官不认旧账屡见不鲜，一个挖坑，下一个填，填不上再挖更大的坑。到了2013年换届，一份全国审计报告很吓人，抽查发现16个地区已经资不抵债，离财政破产只差窗户纸。13年习近平上台，新官理旧账，决心给地方隐性债务踩刹车。习近平和李克强执政初期，祭出去杠杆大旗，誓言遏制地方债疯涨。14年修改预算法，给地方发债开了前门，允许依法发行一般债和专项债，同时严格禁止地方通过融资平台变相举债。听起来不错，地方债有了正规军，游击队引债该收手了吧？然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各地早被高投资、高负债喂大了胃口，正规发债额度远不够花，于是继续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通过各种新花样变相举债，手法比以前更隐蔽，因此不少引债就出来了。16年，中央索性搞了一次债务置换，把一部分存量城投贷款置换成省市政府债券，等于替之前的引债转正。不少乐观者以为引债问题解决了，然而这只是杯水车薪，置换额度有限，更多引债继续潜伏水下。18年，中央彻底坐不住了，开始监管这些隐性债。财政部建立全口径债务监测平台，要求各地报出引债家底，并严令不得新增引债。一系列文件声色俱厉，谁家的孩子谁抱，中央不救地方引债，地方政府必须自己化解存量，亏了债权人也得认栽。各省纷纷表态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，然而喊口号易，让地方真割肉还债难。尤其18年后经济下行压力大，中央一边严控引债，一边又不得不默许地方适度举债稳增长，这就像一脚踩刹车，一脚踩油门，车子原地打转。引债统计口径也随监管松紧摇摆不定，不得不佩服中国人民的智慧，在任何时候都有对策。很多地方干脆把融资平台从政府剥离，
给他披上国企的马甲，以便债务不算政府账上，或者通过政府产业基金、政府引导基金等名目继续借壳举债，花样翻新。习近平高喊遏制增量，化解存量，地方则阳奉阴违，不让我借。那修地铁是习近平自己去修吗？中央与地方在债务上的博弈，俨然猫鼠游戏。中央严查打压，地方绞尽脑汁偷梁换柱，表面上高层调门很高，底下该干嘛还干嘛。这种走钢丝式的拔河一直持续到今天，局面越来越骑虎难下。习近平时代的地方债管理，就是加杠杆的惯性撞上去杠杆的决心，双方扯皮拉锯至今。中央既怕地方债崩盘引发金融危机，又怕真不让地方借钱经济熄火，更怕官员消极怠工拖累政绩，进退两难，所以政策时松时紧，瞻前顾后。虽然2017年以来各项金融去杠杆措施客观上刺破了一些高负债地区的泡沫，一些荒唐项目被叫停，但中国经济增速也在放缓，地方债这只灰犀牛反而越养越肥。这2年城投危机又提到了一个新高度，多米诺骨牌开始一张一张倒下。贵州西南群山中的省份，钱无驴也没钱，近10多年上演了一出现代版基建狂魔。别看贵州财政收入不高，高速公路、高铁、隧道一个不少，全省88个县市几乎都有融资平台借债搞建设。地无3里平的贵州硬是修出了全国第2大高速公路网络，号称西部第1个实现村村通客运的省份。政绩耀眼，债务更耀眼。截至2022年底，贵州官方显性债务余额约 1.25 万亿元，全省 GDP 为 2.02 万亿，债务率高达 62%， 全国最高。而这还只是官方口径，不含隐性债务，实际总负债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2023年4月，贵州传出石破天惊的消息，贵州省政府内部一份文件流出，文件直白的吓人，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，靠自身能力已无化债方法。翻译成人话，贵州官方公开向中央喊救命，债务深陷危机，自己没法化解，恳请上级帮忙，政府公然示弱求援，史无前例，足见贵州债务已到山穷水尽地步。文件中就直接说了，贵州化债异常艰难，无力自救，请求中央给予支持。这等于是扯下遮羞布，大喊我不行了。文中还有一句透出绝望，贵州2023年只是勉强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，底线2字戳破所有侥幸，贵州已退无可退，离踩空只差1步。可能你会问，贵州不能私下找中央要援助，非要公开示弱吗？要知道中央早定调，谁家的孩子谁抱，不许各省动辄找中央要钱，要建立市场化、法治化的违约处置机制。北京撂下狠话，引债谁闯的祸谁解决，别指望老子兜底。贵州你喊吧，就算喊破喉咙也没人理。于是贵州就继续喊破喉咙，破喉咙。于是破喉咙来了，中央开了大门给贵州输血。2022年以来，财政部特批包括贵州在内的高风险地区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，用新增债券额度置换部分隐性债务。贵州动作最快，拿到全国最多的特殊债指标。截至2023年末，贵州发行了2890亿元特殊再融资债券用于置换隐债，相当于替全省平台减了约 26% 的包袱。天津也获批1750亿元，约占平台债务 14%， 云南1260亿，占 32%。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央特批地方发巨债，拆东墙补西墙，帮他们暂时缓口气。但正如标普全球的分析，这些特殊债券只能缓解短期流动性风险，远非长期解决方案。贵州自己也承认，目前不过勉强守住不暴雷的底线，巨债如慢性毒药，仍在侵蚀财政机体。贵州的故事是中国地方债困局的缩影，一个没啥钱的省份，为了追赶发展拼命举债，终于山穷水尽没了路，举白旗投降。蹊跷的是，贵州并未通过债券违约这种方式引爆危机，而是一直采用中国特色的拖延软着陆战术。2023年初，金融圈就见证了一件轰动大事，贵州遵义市最大的城投平台遵义道桥集团对156亿元银行贷款寄出超级展期，用人话说就是拖着不还，一展就是20年。根据曝光协议，这156亿贷款展期20年，前10年只付息不还本，后10年再还本金，利率从原 3% 略上浮到 4.5%。 消息传出，网友炸锅，为什么国家就能展，我们就不行？还一展20年，你怎么不再拖100年，拖到 AI 统治人类？遵义这一招挺绝的，不宣布正式违约，只是无限期延长，让债权人慢慢吞损失，地方政府的算盘珠子都崩人民脸上了。只要不引爆金融动荡，拖字诀就是上策。银行账面不记坏账，城投不算违约，但钱几10年不归还，
相当于让银行出血认栽。一句话，能斩则斩，能拖则拖，拖到最后，债就不是债了。遵义道桥事件撕开城投债运作真相，地方通过平台大举借债搞基建，最后还不起就一拖再拖，让债权人赔跑。这样的债务雪球，很多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还清，只求在任上李大师不要发功。可俗话说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何时会报？请看今天狗剩播报。内蒙古这些年财政紧张，靠资源和土地勉强维持收入，却仍好大喜功上项目。为了城市现代化，呼和浩特市举债修了投资巨大的地铁。然而客流寥寥，从2017年起，内蒙古债务风险陆续暴露。2019年底，一个警钟敲响，债券16呼和债券经开 PPN 001。债券在投资人行使回售时未能如期兑付本息，差点成为城投债官方首次违约。消息传出，市场一片哗然。城投债不是一直刚兑神话吗？怎么忽视的平台突然要爆雷？虽然最终通过地方非常规干预避免了公开违约，但投资者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城投债并非金刚不坏，即便最终兑付，也是地方政府拼命兜底续命的结果，勉强保住了底库。呼和浩特经开债券回售违约的惊魂一刻，预示下一个真正炸响的城投违约，也许就会出现在这些中西部2、3线城市。当某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投融不到新钱，地方财政山穷水尽时，他们只能丢掉刚兑的面子，让债券实质违约。那一天正在一天天逼近。全国各地还有更多债务惊悚故事集，比如云南，风景如画的旅游大省，却债台高筑，省级城投。云南城投集团前几年陷入流动性危机，险些债券违约，所幸省里紧急出手兜底了。湖南中部大省上榜化债名单，也发了上千亿债自救。甘肃、宁夏、黑龙江这些欠发达省日子紧巴巴，甚至地方用卖公益彩票、摊派企业捐款等非常诡异的手段来填财政窟窿。在县一级更出现公立医院负债经营、教师讨薪的情况，把这些串起来，就是一幅中国地方债务危机的清明上坟图。城投债这只灰犀牛正在全国多地疯狂乱窜，有的地方还能卖地卖资产勉强还债做小手术，有的靠展期降息等止痛药拖延时间，还有的不得不使出违约重组这剂苦肉计，让部分债务烂账重组，债权人认赔收场。无论哪种方式，都在考验中国体制的韧性和各方承受力。过去大家觉得城投债无风险，举债发展皆大欢喜，那不过是宏大的财政幻觉。地方官以为 GDP 上去了，债务就化解了；投资人以为政府信用无底线兜底，现实无情戳破幻觉。GDP 上去了，未必带来足够税收，旧债反而越滚越大。这正应了公共财政学的财政幻觉理论。当年借债者和买单的纳税人都对债务成本视而不见，以为寅吃卯粮可以永续发展，如今才发现早已严重透支未来。狂欢过后是宿醉，宿醉醒来发现红姐在侧。我们都知道中共的公共投资存在大量的浪费，不过我实在找不出公开的可靠数据。反正我家门口这条路是修了又修，绿化换了又换，很多地方政府不但借钱狂修公路、高铁，不少地方官也热衷于面子工程，把巨资砸向低效甚至荒唐的项目，给河道贴瓷砖，给荒山喷绿漆，给穷县建豪华政府大楼，造天价地标。湖北荆州打造了58米高的关公巨像，造价1.7亿，结果因为破坏环境和浪费，被中央点名批评，然后又花了1.55亿把关公拆了搬走。换一届领导就想搞个大新闻，证明自己比上一任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至于可持续性如何，债务谁来还，甩手官老爷心知肚明，反正我干几年就走，债留给下任，政绩算我的，多爽。在泡沫时期，这些项目还能靠卖地和贷款续命，一旦大潮退去，就露出满地狼藉的残局。中国地方政府的挥霍浪费触目惊心。我们看看不是很可靠的中国审计署的报告，仅2021年全国审计机关就查出损失，浪费资金超过400亿元，大量本该用于民生的资金被滞留、挪用，甚至沉淀闲置。更有甚者，在一些债台高筑的地区，财政资金被违规用于盖政府楼堂馆所。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印证了铺张浪费的规模之巨。过去 GDP 高歌猛进时，这些浪费被繁荣幻象遮盖，如今经济放缓，债务压顶，每一笔乱花的钱都成了压垮财政的稻草。更可悲的是，大笔债务不仅被浪费，还滋生了系统性腐败。就拿我前面说的贵州举例，一些官员前科内外勾结，把融资项目当成摇钱树，中介费明里暗里塞进口袋，借债花钱的权力监督小，变成了他们大发横财的机会。而最终，这些腐败的成本悉数摊在政府债务上，
由全体纳税人买单。如今，当各地财政无以为继时，他们才姗姗来迟，开始秋后算账，抓几个腐败分子。但好在姗姗来迟也比姗姗不来好，起码政府有意在改变这个情况。现在我们来到故事最后一幕，直面那个残酷的问题：中国地方债这座火山将以怎样的方式喷发？说白了，这已不是会不会爆的问题，而是何时、何地、以何种方式爆的问题。要预判未来，得回到中央与地方这对矛盾主体。中国财政体制的演进和债务积累，从一开始就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产物，其背后规则不仅有经济逻辑，更深埋政治逻辑。回顾过去的轨迹，中央强化财权控制，地方失去财力却背负事权，不甘心坐以待毙，铤而走险举债发展。中央为了 GDP 增速，睁眼闭眼，甚至推波助澜。债多了又想踩刹车，地方迫于压力表面服从，背地里拆东墙补西墙，这种猫抓老鼠循环往复，体制本身就留下一对矛盾。分税制导致财权事权不匹配，但中国又没有成熟的地方自治和破产机制，中央不放心给地方真正的举债自主权，于是地方只好偷偷干，才催生出隐性债务这种不伦不类的怪胎。久而久之，中央和地方在债务问题上形成一种微妙平衡，中央不捅破，地方不挑明，大家心照不宣，维持假象，只要经济高速增长，这泡沫似乎能一直滚下去。然而世上没有永远的盛宴，人口红利消退，楼市失速，经济下行，隐性债务这颗雷开始冒烟，再也瞒不住了。过去各级政府有种幻觉，相信不断举债投资， GDP 和土地财政终会增长，债务自然可以化解。在高增长时代，这套玩法似乎奏效，但人口和经济结构变了，老路走不通，新账难还，而债务不会自己消失，只会越滚越大。地方政府还面临维稳压力，不敢大砍支出，不敢裁员，不敢让在建工程彻底烂尾，否则影响社会稳定和乌纱帽。于是出现一个可怕局面，地方既不能崩又不敢动，只能拖着巨债缓慢前行。这状态就像身患重病却只靠止痛药续命，终有一天药效失灵，病灶将全面爆发。我的钱呢？不对啊，我还有钱的，我的钱呢？来人啊，我的钱呢？总书记，你忘了，贵州要了几百亿，甘肃又要了几百亿，现在全国哪个省都来问我们要钱，都说自己欠了一屁股债，就差去裸贷了。得，那我们接下来从哪儿弄钱啊？总不能让我去裸贷吧？我们已经和下面的韭菜们商量好了，马上让他们勒紧裤腰带开始交社保。昨天还毙了几个不同意的韭菜，现在他们都同意了。这得啥时候才能有钱啊？主要是我拿您照片问了，就裸贷那边，人家说只给贷50。气死我了，吃个饱饱消消气，嘿嘿嘿。前面说的贵州、呼和浩特、天津的故事，其实就是局部病灶已经在发作。北京目前的策略可概括为3板斧：拆弹、拖延、转移。具体来说，能展期的展期，能重组的重组，能转嫁中央的转嫁中央。总之，千方百计稳住局面，不发生系统性风险。2023年11月，中央推出新的3年期地方债务重组方案，你在3年内再融资10万亿元隐性债务。换言之，允许地方政府举债10万亿来置换过去的隐债，相当于把隐债一部分转成官方债券，用时间换空间。然后呢，央行也提供专项贷款，国有银行被动员给地方平台展期降息，一场庞大的债务重构悄然展开。但是在这背后，地方基层的资源被一点点榨干，各地政府不得不用更多财政收入偿债，无力新增投入公共服务和基建，基层官员疲于填就窟窿，无心发展经济，甚至出现公务员降薪、教师讨薪的现象。银行体系也被拖下水，大量信贷被占压，坏账上升，银行谨慎放贷，民营企业融资更难，整个金融生态都在为地方债买单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22 年在报告中说，中国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借的债估计高达58万亿元，到去年这个数据已经到了66万亿，已成为严重威胁金融稳定的风险。要化解永续滚动的债务，可能需要债务减记等非常手段。换言之，如果债务一直借新还旧，不减少，最终可能不得不部分赖账才能了事。然而北京怎容外国人指手画脚？ IMF 报告附带着中国方面强硬说明，中方说2024年重组后，地方隐债问题已妥善解决，并建立了严格问责机制，防止新增隐债。基金组织的建议其实已经落实。有意思的是，中方代表还爆出一个远低于 IMF 估算的隐债数字44万亿元，
并甩锅称 IMF 用的中国 Wind 资讯数据有误，重复计算了债务。要知道，这份 IMF 报告是双方合作了数月才发布的，中国却在最后关头罕见提出异议，显然是高层的政治决定，试图粉饰太平。这与近年来北京掩盖不利经济数据的手法如出一辙。比如2023年青年失业率暴涨后，索性停报失业数据，这种自说自话的乐观很难让人信服。评级机构惠誉在2024年4月估计，官方重组仅覆盖了隐藏债务的25%左右，而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李道奎则透露，截至2024年底，地方政府拖欠给工程承包商和公务员的款项高达10万亿元。换句话说，除了债券和银行贷款，地方还有海量欠薪欠款这种更阴暗的隐债。就算官方硬牙把隐债说成44万亿，那也只是瞒上欺下的数字游戏。IMF 的数据只能更低，不会更高，真实债务远比承认的严重。目前看，北京并不愿真的揭开盖子，更倾向继续拖延软着陆。可是债务雪球不可能靠拖就变小，只会越滚越大。各地政府为了还债，已经在开源节流，一方面恨不得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资产，能收钱的各种费都收上来。近年来，不少地方政府变着法子增收，什么罚款创收、乱收费、摊派捐款都用上了。有的地方甚至铤而走险，对企业乱摊指标，要国企变相借债输血，手段五花八门。另一方面，大幅削减开支，砍项目、降福利、减工资。今年不少地方公务员补贴被砍，不少教师、医生群体也被降薪。湖北武汉市财政局更是在报纸上刊登整版公告，点名259家欠款单位，让他们偿还欠款，引发轰动。政府拉下脸公开讨债的场景，滑稽又心酸。这一连串迹象说明，各地已被债务逼到墙角，自己也明白靠内部消化无济于事，只能坐等更大规模的纾困或强制重组。中央当然希望这出戏能圆满落幕，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，又借机强化财政纪律，实现所谓高质量发展。然而现实或许没这么诗意，舞台上的演员仍按剧本演出，底下的观众却越来越疲惫甚至愤怒，因为大家已经看穿结局，不外乎是让他们买单。没错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债务狂欢的隐形买单人。地方政府因为还债无力改善公共服务，我们就得忍受更差的教育、医疗和基础设施。国有银行背负大批坏账，无心支持实体，中小企业贷款更加困难，就业环境更冷。政府为了自救，可能动用通胀手段稀释债务，结果就是物价上涨，税费变相增加，老百姓腰包悄然缩水。故事讲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已经小心翼翼地捂住了你的小钱包？很多小伙伴们把我们节目当每周五固定的睡前节目，为了让大家睡得好一点，我再讲点乐观的。首先，中国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，人们储蓄率高，内需大，政府欠的是内债，左手倒右手。日本当年债务 GDP 超2倍也没垮，就因为债主主要是本国人，可以展期慢慢还，顶多忍点通胀，不至于外债暴雷。当然，日本也迎来了失落的30年。另外，中国还有3.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也有操作空间，而且当前通胀偏低，甚至有通缩压力，所以适度通胀可能还是好事儿。今年7月30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明确信号，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，严禁新增隐性债务，有序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退役。会议说要各地融资平台最迟2027年6月前全部退出政府融资职能。简单点说，要让地方告别过去几十年的举债老路，从此自己谋生路。听上去很美，但真能做到吗？不少市场人士对此摇头。许多融资平台几乎所有业务都是政府项目，真要他们退出融资功能，只怕一退就死，地方还得换马甲再搞平台。中央对此也并非不知，所以李强还强调分类处置，对没有市场化业务、没有经营能力的3无平台作为空壳优先清理，对有潜力的平台则剥离政府融资职能，转型产业投资或企业化经营。说白了，就是试图把平台公司变成真正的商业公司，不再当政府的钱袋子。这无疑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变。如果真能实现，那城投债风险也就化解了。但可能吗？直白点说，城投公司从出生起就是政府举债工具，突然要他们自负盈亏，无异于让一个色批改去当少林寺方丈一样搞笑。一旦政府不再背书，他们以商业公司身份恐怕瞬间资不抵债，破产清算。当然，大部分金融学家分析，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表面平静，内心其实早已风起云涌的局面。政府会竭力控制局部风险别外溢，同时暗度陈仓，把问题债务慢慢移出公众视野。比如某天可能传出某省财政厅悄悄接管了几个平台的债务，或者央行默默给银行开了纾困窗口，让坏账转为低息长期贷款。许多处理可能发生在幕后，老百姓未必知晓细节，
但要说没代价，不可能。事实上，我们已经感受到代价正在降临。地方政府为了化债，让企业补税，有的动用公权力，跨省抓人逼捐，有的甚至滥用刑罚手段，对债权人下手。这些竭泽而渔的非常之举，或许一时增加了收入，却严重破坏了营商环境和社会信心，最终只会让经济进一步疲软。事已至此，我们每个人都已身在局中。剧中将至，台上的演员还在强颜欢笑，一副剧本尽在掌握的模样，台下的观众却渐渐心生寒意。纸牌屋看似层层叠叠，坚不可摧，其实抽掉哪张牌都可能轰然坍塌。或许演员们真的相信，只要戏不停，我们就不敢离场。但真相是，我们以为自己在看戏，其实都在戏中。对于城投债的结局，我不知道。我很希望能因为 AI 带来的生产力给出解法，但有一句话挥之不去：你可以选择不面对现实，但你无法选择不面对现实的后果。当灰犀牛真正冲出来的时候，它踩碎的不仅是城投公司的空壳，还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和希望。后宁看到了吗？这以后就是咱们的江山了。朕以后要当一个好皇帝，建立一个新的中国，让老百姓都有饭吃，都有房住，都有。那旧的中国呢？旧的，旧的我放转转上回收了。别，那个广告还没找我呢。那我们接了啥广告啊？没接到呢，估计我们马上就吃不起饭了。干嘛呢？反贼这活不好快出来干。钓鱼啊！别做节目了，快出来！赵司长找我们钓鱼，钓上来就有肉吃了，啃了好几天馒头了。我们啥时候才能从海边这儿调回去啊？等哪天接到广告，多挣点钱吧，说不定总书记高兴给我们调回去了。